刚从布鲁金斯出来，开了差不多10分钟，就回到加利福尼亚了。Welcome to California。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，可以看看日落。OK， 我们现在到达了这 Trailhead， 确实是上锁的。这上边一把密码锁，下边一把这用钥匙开的锁。同时呢，这边有个牌说，如果你要是想到这个地方，就必须要在网上去获得 permit， 并且取得这个密码。但是因为这个网站现在美国政府停摆，它也不发密码了。那这地儿去不了了啊！真是无语。这美国政府停摆是真碍事儿。因为 Last Volcanic 也会是我第一次去，我每次去国家公园都会买他们的冰箱贴作为收藏。这次也是停摆，所以呢 ，Visitor Center 游客中心肯定不开，也买不了这冰箱贴了。哎，这次是真的点儿背呀！今年的行程感觉和计划有太多出入了。车突然蹦了一个报错码，看这个仪表盘的右下角有一个小的扳手，福特的 APP 跟我说检测到了4驱系统的某一个故障，还是怎么着，尽快的找一个福特的 dealer， 让 dealer 去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。在路边找到了一个可以开出来的小土路，溪流边上，非常疲惫，非常累，感觉这最近出的各种岔子有点多，意志力被消耗的很多。今天呢，也一天没有吃饭，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拍摄 Brookings 布金斯小镇这一期。今天晚上准备吃顿好的，吃个火锅，下一碗面，去后斗折腾一下吧，已经挺累了。再加把劲儿，咬个牙。哎，也真是孤僻呀！一个人大野外的吃1人份火锅。现在是凌晨3点，刚刚在楼下导完今天跟昨天的2天素材，有点冷，刚把柴暖打开。刚才晚上吃完饭收拾锅的时候在听歌，听方大同有一首歌，里边有一段歌词叫一个人最可靠，2个人会更热闹。然后我就开始回想我过去的这1-2个月在路上跑的心路历程的这么一种改变吧。其实也不光是1-2个月了，从21年的冬天开始一直到现在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跑。当时是开 SUV 一个人环美，但当时在路上最多也就是1个月或者是几个礼拜。像我从加州开到基韦斯特 Key West， 在佛罗里达，再开到波士顿，就这么一整个过程也就花了2-3个星期。包括像在后来在西岸跑北加、华盛顿、俄勒冈，撑死的不到1个月。但是今年开始做这个视频账号，5月份从南加出发，差不多是6月中下旬到了丹佛，在丹佛待了一段时间，主要是因为一直在等这个改装件，这样 F150太新了，很多改装件当时都没有出，包括像前杠什么等了好多个月。反正最后是8月份又回到了科州，把这些最后的改装做完了出发。现在呢已经是10月的中下旬了，所以我在路上已经跑了2个多月了。就像方大同歌词说的，一个人很可靠，同时也很灵活，你想去哪儿加一站减一站，跳过一站，或者是没有太多的顾虑，想做什么都可以。
但是两个人会更热闹。这后半句歌词也非常准确，特别是在跑过了几个星期之后，就是你可能自己一个人跑，最开始头几天或者头1、2个星期，就是你一个人跟自然相处的这么一种状态，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 introspect， 去看你自己的内心，去有这么自己的一个反省。但是时间长了，慢慢的就会觉得更无聊了，还是需要有些小伙伴在路上聊个天啊，解个闷儿啊，互相怼一怼，吐个槽，一块玩，还是会更有意思的多。同时呢，一个人也就慢慢的，也不能说是懒惰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人就更喜欢 minimalist， 更喜欢精简一些，很少会想着说去点一个火，烧一壶水，再煮一壶茶，在那坐着自己喝。如果你要是短期出去一个周末或者是1、2个星期，可能想这么做，但你长期几个月时间在路上跑，每天这些东西装备收了放，放了收，所有事情都要一个人操心，去制定第2天的路程行程，第2天的拍摄计划等等的，慢慢的就会想着更极简主义一些了。出发之前设想的挺好，带了一个桌子，还有2把椅子，还有就杂七杂八的一些，包括前面驾驶室里边还有一大包的茶叶，各种茶，白茶、普洱。本来想的是有时间自己煮着喝，但是一直到现在这茶包还没开过呢。就是一个人跑时间长了，就不会有这种想做复杂事情的想法了。开个 awning， 开一个天幕也是。前段时间下雨下雪，一个人就想着算了，别开了，怪麻烦的。后斗空间也够，不如直接钻后斗得了，还折腾啥开 awning 啊？做饭也是，慢慢的一个人就没有那么多的动力了，也没有说做那么 fancy 那么精致，吃一口吃啥也是吃。对于一个周末露营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情调，但是你在路上跑好几个月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想法，因为太麻烦了，思路就会慢慢的从精致露营变成一种极简的方式，怎么样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少的麻烦。像我准备那张桌子，也就在爱德华那湖边上强制自己搭了一次，之后这一趟旅程就再没搭过了。更多的时间都是直接开后斗，用后斗的尾门上边当个桌子来做饭，该做饭做一口吃了就完了，该睡觉洗脸刷牙就直接上床了，也不会说想着晚上再点个火聊个天喝点茶，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。刚从丹佛出来，在爱德华那段时间还充满探索的欲望，就比如说像淘金船那一期视频，已经是头一天夜里泡完野温泉，但是睡觉前在刷手机，看到当地的这个历史，看到了淘金船，觉得非常有兴趣。完了第2天临时加了一个行程，去绕了一个远路，走了一小段 motorway 的一个小土路，最后找到了淘金船，完了拍了那么一期。就最开始出发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探索的想法的，但是随着也是这一趟发生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吧，消磨自己的意志，不想着说做些麻烦的事情了，所以现在也很少去点篝火，很少去做一些杂七杂八的。特别是从雷尼尔山，想等雷尼尔山出太阳好好拍摄，但是在这山顶一等了等5天，好家伙，前2天是阴云，第3天是雨夹雪，第4天下了1天的暴雪，完了把整个地方都给埋起来了。但是第5天起来雪景就还挺漂亮的，就感觉那5天的等待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。在计划之外突然多了5天的行程，在那么一个其实挺与世隔绝的一小角落，完全就是自己在那儿待了5天，剪了5天视频，就慢慢开始一切都从简了。包括后边在 Mount Hood 也没有说弄很多东西，第2天用篝火做了一顿饭，纯粹是因为想搞点素材。其实架个炉子做饭会干净的多，也会快捷的多，但是毕竟在路上跑要做视频嘛，就会时不时的强迫自己做一些有的没的事儿，要不然没有素材。但是最近几天越发越觉得太疲惫了，有些绷不住了，现在就想着赶紧这趟跑完回家休息休息，完了剪一剪长视频发一发。接着到现在，在录现在这个口播的时候，长视频其实才更新到了在爱达荷探访 Chris Reeve 刀场的那一期，这后边很多的视频都没有剪，都没有发。真的，一个人跑超过1个月的这种长途，就对心理的挑战的难度也会挺大的。就一个人怎么保持理智，同时保持这种比较好的心态，
能够保持这种探索的欲望，这种乐观的状态，这确实是挺挑战的一件事情。同时今天晚上这车又开始报错，说这个四驱系统检测出了故障，因为选的 dealer 很靠南，离我现在这位置比较近的 dealer 截止到下周已经全部订满了。检查完车，我也不是很想再花2个半小时绕回北边，专门去一趟 Les Mechanic 了，所以大概率就应该是检查完车直接通过 Sacramento 开到395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也在考虑，要不然明天直接一脚油开回南加德了，别折腾了。所以说，要是有一个小伙伴，2个人一块跑的话，就可以商讨一下后续的行程。一个人跑的话，所有事情都会积压在这一个人身上。你要决定明天去哪儿，明天吃什么，提前准备好食材，车出问题了，营地出问题了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去自己解决，所以就会想着一切从简，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。所以说，观众朋友们里边有想一块跑的小伙伴，也欢迎私信我。如果要聊得来、性格合得来的话，以后也可以一块跑长途，一块玩一玩，都挺欢迎。就这样吧，准备睡了。